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与凤航开播遭差评，赵丽颖零更新年龄感重，剧情幼稚收视平平。备受期待仙侠古装剧《与凤航》终于正式开播了。从2017年到2024年，时隔7年时间，终于等来了赵丽颖和林更新再次出演情侣。虽然没能实现《楚乔传》再续之梦，但是能够看到他们又一次在剧集中同框并肩，那一瞬间还是很惊喜的。毕竟赵丽颖和林更新都进入了转型期，一个身为85花勇闯电影圈，一个身为85生扎根现代剧，单看年龄出演古偶多多少少会引发争议，可谓演一次少一次。两个人恰好都是36岁，4舍5入那可是年近40岁还在演古偶啊。那么两位大龄主演在《与凤航》中表现如何呢？一起来看看首播效果吧。《与凤航》改编自网络言情小说《本王在子》，讲述了灵界碧苍王沈黎与上古神君行止的爱情故事。赵丽颖和林更新分别饰演沈黎、行止。从《与凤航》首播反馈看，目前剧情还是很还原原著的，几乎是1比1拍摄出了原著沈黎和行止在人间相遇相爱的过程。开头就是赵丽颖饰演的沈黎逃婚被打落人间。只是还原原著并不代表剧情优秀，常看网络言情小说的观众应该有所感受，这些小说本就不追求文学性，动不动就凑字数、水剧情，改编成影视剧之后，就很容易让观众觉得无聊。《与凤航》就因此遭遇差评。虽说《与凤航》连续更新了好几集，但基本没有情节推动，关键信息只有女主逃婚遇上男主对她心动这一点，剩余时间全是男女主之间插科打诨斗闷子的你来我往。看一次挺有意思的，看2次勉强接受，看到第3次、第4次、第5次，观众直接给了1星差评，表示剧情太幼稚了。不仅如此，放到言情小说中还算过关的剧情，到了电视剧里，配合上2个年龄加起来小80岁的演员表演，愈发给人一种尴尬的感觉。特别男女主互相心动的瞬间，对于看过大量古偶剧的观众来说，实在太过普通了。女主总被其他人叫王爷，因为被男主叫本名喊她吃饭就心动了。男主看到女主毫不顾及大口吃肉，立马就星星眼被戳中了。如此小学生式的心动，很难让人有共鸣，自然不会与主角共情，更不会入戏了。当然，剧情对于一部古偶剧来说，更多是锦上添花，男女主没有 CP 感才是最糟糕的。赵丽颖和林更新这一次就翻车了，有网友直言《与凤航》的男女主看上去根本没有多少感情。另外，还有不得不提的一点，就是赵丽颖和林更新都老了，两个人都难掩年龄感，一旦打光稍不注意，就会暴露真实状态。譬如光线暗下来的时候，赵丽颖的脸就会干瘪许多，到处都是胶原蛋白流失的痕迹。林更新更是毫无仙气，她饰演的神君行止出场设定就是病秧子，可林更新从身形到体态都是憨厚中年汉子，有些镜头更是满脸油光，哪里有病弱感呢？更尴尬的是，为了掩饰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年龄感，整部剧后期感很强烈，一会儿虚化人物脸部轮廓，一会儿加强柔光搞成澡堂子滤镜，这种情况竟然更多出现在林更新身上，甚至和赵丽颖同框的时候，都是给林更新的滤镜更重。在剧情幼稚的情况下，男女主一看就年纪不小，简直就是雪上加霜。《与凤航》中还有致敬《楚乔传》的情节，安排男主落水，让女主把人救起来，和《楚乔传》宇文玥落入冰湖的结局联系上了。可惜物是人非，仅和《楚乔传》联动并不能挽救《与凤航》首播口碑，
两部剧同样在湖南卫视上星播出，《楚乔传》当年的收视是1.741%，播出前声势浩大的《与凤航》却是收视表现平平。根据收视统计，《与凤航》首播收视最高点只有，全程还多次出现收视波动，很明显留不住观众。从剧集本身到演员状态，可以预见，《与凤航》也很难达成如《楚乔传》一般的荣光了。某种程度上，《与凤航》开播收视率夺冠，赵丽颖演技太稳。为啥有人说她油腻？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仙侠剧《与凤航》开播，热度太高，现象级爆款剧。这部剧由赵丽颖监制兼主演，真的非同一般。虽然节奏有点慢，但耐人寻味，暧昧刚好。赵丽颖和林更新的二搭同样火花四溅，而且赵丽颖非常自信，演技很稳，而林更新造型帅气，气质飘逸，也是仙气十足。收视率登顶各大卫视，这热度真的没谁了。腾讯平台播出有8个广告赞助，网友透露芒果台有7个，创连播剧最高开局纪录。感觉广告这么多，已经追赶《繁花》了。赵丽颖热度非常高，这剧开播之前营销做得非常足，大有热辣滚烫的营销风格。特效的确比其他仙侠剧好太多，但有些也很一般。不过电视剧开始小凤凰和航云的对戏还是比较巧妙，估计是采用 CG 技术拍摄的吧。全面1、2集都扛住了差评，因为表现的确很新颖别致，难得一见的用心。大多数都是实景拍摄，而且选景也很不错。赵丽颖担任监制，看得出来花了很多的心思。演技，赵丽颖的眼神多了自信，因为沈黎是王爷，平时征战沙场比较有架势，所以她的眼神戏比平时更加坚定和从容，而且超级霸气和自信，比较符合角色人设。赵丽颖真的走进角色内心，开始表演都很带感，也很个性化，和航云的互相试探也是逗比欢乐多。虽然是仙侠剧，也是很减压，没看出赵丽颖的表演油腻，这种说法似乎经不起推敲。真看过电视剧的人，不可能认为她油腻，相反表现更加的成熟稳重。林更新饰演的航云高大帅气，气宇轩昂，的确和角色契合度很高。不是很明白，居然有人说他的表演油腻，因为他要伪装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所以需要太多外在化的表演，可能这些伪装被指油腻吧。赵丽颖和林更新二搭的选择还是很靠谱，两人比较熟悉，配合默契，眼神戏很到位，那种互相盘算的小心思表现很到位。林更新的表演还是努力了，气质上稍弱，可能因为平时人设的原因，其实他很少录制综艺节目，都帅上热搜了榜首了。大特写的镜头真的很帅，五官优渥。剧情，没有看到书粉的评价，估计也是很忠于原著精神，毕竟原著小说作者九路飞香担任该剧的编剧，所以绝对也是尽量将文字影像化表现出来。才播出4集，网友的热议并不多，但似乎2集分化有点严重。才播出4集，很多人差评，估计是黑粉，毕竟85花粉丝互撕很厉害，也是见识了很多。有人嘲笑赵丽颖身材娇小，不适合演霸气的角色，其实这个未必，因为她的眼神足够笃定，气场强大。也有人认为林更新身材管理差，有点臃肿，目前看来还好，没有这么显著吧，他一定减重了，如果按照平时的表现，可能真的有点发福，脸部大特写很帅气。差评的人可能都是羡慕嫉妒，因为这部剧真的太火爆了。有人认为配音不贴脸，要求真的很多，前面2集都是小凤凰和航云的对戏，的确配音不是很贴，但这个是不是要求有点太严苛了？台词量的确很大，感觉配音还是很酷似赵丽颖的声音，没有那么的差吧。说林更新丑的人，
是不是比他还帅？如果没他帅，就赶紧闭嘴。五官上，没人能超越他吧？还认为角色有年龄感，赵丽颖和林更新都是同龄36岁，这个年龄也不是太大，又要演技还要颜值，年轻帅气漂亮的没演技，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选角？感觉还不错，大家对古偶真的滤镜太厚。古偶对演员的颜值要求真的很高，演员的微表情一定要注意，否则很丑。董洁和曾黎也有演出，他们都是40+，年龄感还是很强。这部剧应该没有磨皮，也没有很厚的滤镜，还是比较真实。其实也是符合角色的选角，每个人都年轻貌美，这也说不过去。想不到豆瓣的差评很多，好评比较少，其实看起来还不错，接下来会更加的精彩。林更新和赵丽颖的 CP 感还是很强，人红是非多，居然认为服化道是10年前的，看起来还不错，没有什么不对啊。还说赵丽颖表演逐渐油腻化，这是对油腻有偏见吗？不过这部剧太火，期待值太高，2极化评论只能说明观众的审美在不断的进步和提高，但有些评论并不是客观的，带有违心和极端情绪，也让人感受到国产古偶剧的退步，让人很想问一句，为什么如今的娱乐圈越来越拍不出全民追剧的爆款了呢？